贺廷南，我们离婚吧。令一，等书喝完。贺廷南，我想过很久了，我们这样耗着，对谁都不好。你非要这样吗？哪样？装没事。你爸晚饭就没吃几口，现在不喝，一会儿胃泛酸，你又要问我是不是白天没照顾好。爸，这是我和他的事儿。叔，别急，急了血压上来，今晚我又得陪您听一宿评书。贺廷南，你能不能别总把我爸搬出来当挡箭牌？不是我搬，是你把离婚协议放在他饭碗旁边。你别怪我挑时间，我今天回来就是想把话说清楚。说，房子是婚前我爸妈付的首付，但车可以给你，存款平分。这2年你照顾我爸辛苦，我也会给你补偿。陶总，不愧是广告公司的项目总监，甲方砍价那一套你学得挺透，这外包价给的真会过日子。贺廷南，你非要跟我这么算吗？不是我非要算，是你先把我从丈夫算成了外人。协议留下，我看完签。你不挽留我？令仪，照顾你爸这2年，我学会一件事：一个人真想走，轮椅都拦不住。廷南，我们好聚好散，好不好？好。笔呢？你2年前你爸出事也是这个声音，你当时说你只有我了，但人不能一直给别人当伞，撑久了伞骨也会疼。爸，你别动！喂，令仪，爸出事了，你能回来吗？廷南，我在外地出差，最快明早才能回去，求求你先帮我救救我爸，求你了！你是家属吗？赶紧签字。令仪，人上车了，去医院，你先别慌。叔，你还说这绿萝冒充发财树是职场诈骗，你倒是再起来诈骗我一次啊！廷南，怎么办啊？我爸要是醒不过来怎么办？没事了，医生说保住了，只是后面恢复可能比较难。小伙子，真不是钱的问题，你岳父那眼神看我就像看偷他祖坟的人，还拿勺子摔我。阿姨，我真扛不住，你另请高明吧。阿姨，麻烦了，你慢走。请不到人，廷南，要不我把工作辞了吧？可那是你升总监的项目，你辞了不可惜吗？那怎么办？我爸离不了人。我来想办法。我公司离得近，我跟老板申请弹性办公，白天的家务请钟点工，洗澡翻身我来，晚上我也守着。可是你会很辛苦。放心，我这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耐磨。我爸以前说我像老式拖把，哪儿脏往哪儿去。廷南，你真好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，真的。别等以后了，明早帮我买杯冰哈克就行。讨厌。老公辛苦了。一般辛苦，主要是你爸嫌我土豆丝切得粗，对我进行了严重的精神攻击。今天复健做了吗？药按时吃了吗？我爸情绪怎么样？做了，药也吃了。叔今天下午都好就行，我累了，先去洗澡。贺廷南，你小声点行吗？我明天还有个关键提案。叔，别哭，不丢人。人活着，谁还没碰到过几次水逆啊？戒了3年，结果还是没忍住。你怎么又抽烟？腰疼，抽一口提神。你别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。贺先生又记账呢？记账，不过不记钱，记时间，几点翻身，几点吃药，几点崩溃。哎呦，连陶小姐哪天回家哪天喝酒也记啊？记清楚点。一开始怕忘，现在发现很多离开其实都不是临时起意。叔，把药吃了，再给你颗糖，这叫成年人版打怪回血，懂吗？叔，你别用瞪也得吃。你以前嫌我穷，现在我都穷出工伤了，还得伺候你吃药，咱俩算算，到底谁更亏？哟，听南在呀，我们来看看名曲。哎呦，
这家里冷清的，立明在外面忙大事业，男人在家照顾老人真是不容易啊。姐夫啊，你得想开，孩子们的事儿咱们老人少掺和。令姨也不容易，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，家里还拖着这么一摊。听南这2年照顾你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肯定不会亏待她。听南，你也别怪姨妈说话直，夫妻做到这个份上，情分还是有的。离了之后，你该搬就搬，别在那儿拖着。明渠这边，我们陶家自然会安排。安排谁？请护工嘛，现在专业的护工多得很。那挺好。上一个专业护工走的时候，顺手带走了我家2个苹果，说是要算精神损失费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你和令姨都要离了，你再住这儿。段姨，我住这儿是因为协议里写清楚了，在办离婚登记前，叔暂时由我照顾，等你们找到合适的人，我立刻办。那你可得说话算话，别到时候又舍不得这个家。段姨放心，我确实舍不得，但我舍不得的是正常作息，不是这双拖鞋。走！姐夫，你赶我走？你看你把老人照顾的脾气越来越怪，明池以前多体面一个人，现在跟谁都急。段姨，瘫痪不是什么性格培训班，人动不了，心里当然急。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按人话回。你这2年是不是觉得自己功劳特别大？照顾岳父本来就是女婿该做的本分，现在要离婚了，你倒拿起来当回事说个没完。姨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令姨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来看看你爸，顺便跟听南聊聊。你们都要离了，有些规矩得当面说清楚，免得以后扯皮。聊完了，核心思想是我该滚得有节奏一点，别影响了你们陶家的交接。贺听南，怎么，我概括的不准确？令姨，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姨妈，这我和他的事你别管。我这也是为你好，你一个女人家离婚就得离得干干净净，别让人拿照顾你爸这事儿在那。姨妈，听南，人要识趣。我正在识了2年，发现这其中的趣味确实不太高。我没让他来。我知道你没这么蠢。听南，我会尽快找人接手。这几天你先辛苦一下。陶令仪，我可以辛苦，但别再让别人来我怎么当个外人。叔，先喝水，抓这么紧，一会儿手又要抽筋了。爸，我会给你找个更好的，你别难为听南。不！叔听话，松手。你这样只会让他更觉得我是个麻烦。令仪，不是我不走，是叔不想让我走。听南，这是蒋春之蒋阿姨，专业的。老人脾气怎么样？比我年轻时的班主任温和一点。那就是不好。蒋阿姨，这是药表、复检计划，还有饮食注意事项，您过一下。晚上谁陪？以后您能不能住家？住家价另算，钱不是问题。钱不是问题。你别动，你这个腿不能这么扭。爸，蒋阿姨是来照顾你的。叔，松点儿，你再抓床栏都要申请工伤了。他只认你。爸，我是出去看房，不是去火星，晚上就回来。爸，你不能这样。这活我接不了。蒋阿姨，我可以再加钱。姑娘，不全是钱，老人对我抵触太厉害，强来容易出事儿。照顾这种老人，不只是换尿垫喂饭，你爸心里那股劲儿没顺，他把自己当累赘，又怕被丢下。你们家现在要换人，得慢慢过渡。我去拿包送你。小伙子，你腰不好吧？你看出来了？你扶老人起身的时候，右边使不上劲儿，全在硬撑。我认识个康复师，能教你省力。你别总用蛮劲儿。30几岁的人，别把自己不当回事儿。谢谢。蒋阿姨，陌生人一句我送你下楼。话，有时候比枕边人1整年的辛苦了还像样。叔，你今天这配合度，要是放到职场，那你绝对是那种最难搞的甲。以前你最爱干净，控制不了自己，心里不痛快，我懂。听南，哎，在呢。我会再找护工。贺听南，你能别总摆出这种态度？哪种？好像家里所有的麻烦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一样。不是所有，大部分吧。贺听南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可我也没办法。公司要提案，客户要改方案，爸又要复健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令林，你不是没办法，你是觉得每次我都会有办法。这些你拿着，给下一个护工，或者留给你自己。你什么时候寄的？每天晚上10点半醒过一次，情绪差，想喝小米粥，左脚轻微反应。叔偷偷笑了一下，不承认。令一出差3天，凌晨2点换床单，腰伤。令一说小声点。
你要去哪儿？出去看房。现在？那你晚上还回来吗？回来，不是为你。听南，听说你家里最近有点变动。秦总，公司这八卦系统升级了，比考勤机还灵。是令一昨晚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你别多心，他没说你坏话，他就问你最近状态怎么样，说你可能太累了，需要休息。秦总，有话您直说。你这2年为了照顾岳父，从出差岗调到本地岗，薪资缩了一大半。现在外地有个项目一直缺个领头的，你要是愿意，调你回去，薪资恢复，项目提成照旧。什么时候走？最快下个月。但你不回去考虑考虑？不用了，我去。再等慢一点，我怕我真的生根了，到时候还得劳烦公司给我浇水。听南，这项目累，但我看得出来你想重新开始。不过你以前可不是这种温顺性子，生活嘛，就是用来磨脚的。以前我是不肯低头的牛，但现在脚磨秃了，人也就听话了。护工中介约了今晚7点，人家上门评估，你能早点？可以。我不是在命令你。知道，是工作交接。南哥，男人一旦开始只吃青菜，那就是人生出大问题了。你别污蔑青菜，他唯一的缺点是便宜。听说你要离婚了？天天伺候他爸？不是，照顾他爸这件事儿，只是把我们原本就有的矛盾照得更亮了。来，补补。离婚这事儿最耗体力，你这身体底子别在蛋白质上输了。你别笑，真要离就利索点，人最怕吊着，吊久了勒死的是你自己。你到哪儿了2站。快点吧，我爸今天情绪不好，一直找你。你回来了，这是梁师傅，中介推荐的。手劲很大，辛苦了。叔，别拉脸，今天来个高手，以后翻身不用我这把老药硬顶了。你先试试，试不好咱再换。你可别一上来就把人家吓跑。护工圈要是把你拉黑了，我只能给你报相声班解闷了。这是药表，这是复健记录，还有几个重点要注意，特别是夜里翻身频率不能低，不然容易生痔疮。原来夜里要翻这么多次。梁师傅，这几点你记好。我来吧。你会？饺子我还是会包的。我问的是你会调馅吗？别放了。我还没放。你眼神已经放多了。何庭南，我在你眼里是不是特别没用？你不是没用，你只是习惯了把家里的难题全外包给我。听到我这2年真的很累，我每天都怕我爸出事，怕项目黄，怕别人觉得我拖着个病人做不好工作，我也怕你后悔。从一开始我就怕你觉得是我把你拖进来的。你越是不抱怨，我就越害怕，最后甚至不敢看你。一回家看见你在照顾我爸，我就觉得自己欠你的太多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还。所以，你选择离婚？不全是。公司里所有人都在往前跑，我不敢停下来。我觉得只要我赚得够多，把这个家撑住了，就算尽到责任了。那陶总，你最后撑住了吗？没有。陶总，你这是包饺子呢，还是给他做开腹手术啊？庭南，如果我现在说后悔了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可笑？不会，后悔很正常，但后悔不等于可以重来。你真的就一点都不想挽回吗？我挽回过，你没回家那晚我给你留过饭。纪念日那天我订了餐厅，你说临时开会，你爸半夜情绪崩溃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说客户还在，然后就挂了。我挽回了整整2年，只是你现在才听见。爸，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盐放淡了吗？我刚才没敢多放。挺好，至少没有往人生里继续猛撒盐。叔，别点鸳鸯谱了，您现在指的不准，再点偏了，点到梁师傅身上就不好了。我今天请假了，我想跟梁师傅学学怎么护理我爸。我今晚住公司。为什么？梁师傅在，你也在，叔需要时间适应。那你呢？我也需要适应。听南，我爸他不肯睡，一直伸手拍窗栏，动静特别大。
梁师傅呢？他在，可我爸根本不让他碰，一靠近就闹得更凶。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我真的没办法了。你听我说，先把床头灯调暗，把电视打开，放他平时最爱听的那段评书，你就坐在他看得见的地方陪着，不要一直开口问他怎么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等着。那他要是还一直拍呢？就让他拍，床栏不会疼，等他拍累了自然就睡了。可是我看着心里难受，我受不了。你难受的时候别把他当成一个麻烦，你只要坐在那儿，让他知道你在就行。听南，你以前每天晚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每晚都这样？不是每晚，有时候比这更热闹。听南，对不起。你先守着吧。我爸睡了。辛苦。原来这2个字这么轻。贺先生回来了，陶小姐昨晚确实一宿没怎么合眼。你回来了。回来拿几件衣服。昨晚我才知道，我爸半夜原来会怕黑。他以前明明不怕的，为什么你从来没跟我说过？我说过，半年前那天半夜他折腾了2个小时，我发微信告诉你了，你回我知道了。听南，我昨天给你老板打电话，我不是想干涉你的工作，我只是怕你最近状态不好。陶令仪，你既然怕我状态不好，该问的是我，而不是去问我的老板。叔，我这几天得住公司，梁师傅挺靠谱的，人家是专业人士，你别老欺负新人。你要是配合，下周我带你下楼晒太阳。你要是再瞎闹，我就去买条粉色的大毛毯把你裹起来，上面再印几个大字儿：陶总今天不开心。哼！贺听南，你怎么总是有办法哄好他？不是我有办法，陶令仪，是我在他身上实打实的花了2年时间。听南，今晚要是他再闹，你还会接我电话吗？会，但我不会再回来了。陶令仪，你得学会去弄明白他到底想要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得选自己的。这灯真像我，别人一有动静就亮，亮久了没人心疼，暗下来倒显得我不懂事了。小伙子，我这房子缺点很明显，就是优点不多，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。程阿姨，您这话听着简直自带佛光，我就要它了，现在签合同。小伙子，爽快！这盆绿萝多少钱？15。小伙子，再带盆发财树，发财树寓意好。算了，我这情况就不玩这种职场诈骗、自欺欺人了。那时候哪知道，幸福有时候像相册，前几页贴得满，后面全靠想象。听南，爸一直闹着要看你。叔，梁师傅刚背着你给我发微信了，说你今天复健又偷懒。我这叫科学反馈，不叫告状。叔，你看人家梁师傅说话多委婉，换我就直接说了，陶总今日摆烂。叔，我这边新租这房子楼下包子铺不错，不过就是这阳台太小，绿萝站上去都得侧身。我看懂了，叔，等你好好复健，我带你来看我的小破房。虽然现在主打极简风，穷得很高级，但你别嫌弃啊。过去不是垃圾，只是不能再摆在显眼的地方了。今天下楼了5分钟，不错。他一直在找你。南哥，你真的彻底搬出来了？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自由的想飞？感觉就像刚从一辆开了整整2年的夜班公交车上走下来，腿是软的，但空气挺新鲜。正常，这叫长期照护脱离后的空心感。你最近改行看心理咨询方面的书了？说话一股子广告味儿，我那是久病成医。我前妻当年照顾他妈整整1年，后来我们离了。其实不是因为老人，是因为我觉得照顾他妈是他的分内事儿，他觉得我从来没把他的事儿当成我们的事儿。所以我看你心里虚，你比我当年做的强100倍，可结果也就那样。两口子，一个拼命往前冲，一个原地拖着家，时间久了，谁看对方都像是个累赘。听南，我今天给我爸擦身了，他哭了。他不是怪你，他是觉得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他是我爸，我是他女儿，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他年轻时多骄傲的一个人，家里水管坏了自己修，
你上大学行李箱轮子掉了，他连夜给你打零件。这种人现在擦脸都要人帮，他心里难受。多给他一点时间吧，让他习惯你的照顾。听南，那能不能也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证明我能改好，可以吗？太晚了，早点睡吧。贺听南，苏总，老同学，差点尘世的那种。牛！贺组长，这个方案的第3细节逻辑上撑不住，这一块重新拆解。请。苏总、贺组长，你们聊，我先下去接个重要电话。瘦了。中年男人的自律主要靠生活抽打。听说你结婚了，嫂子呢？快不是了。那你最近应该挺乱的。还行吧，乱中有序，像垃圾分类前的厨房。项目上随时联系，别客气。老实交代，苏总跟你到底有什么故事？没成故事，顶多算个目录。你们这帮年轻人真是浪费素材。今晚你有空吗？我想和你谈谈。和谁？客户。那个，麻烦给他倒杯温水，他胃不太好，别倒冰的。苏总记性真好，这都记得。大学同学，知道他以前穷讲究。现在不恐讲究了，现在是真穷。你在哪儿？饭店。和客户在一起。女客户。陶玲英，协议我们已经签了。我只是随口问问。你以前从不问这些。以前是我做的不好。听南，我今天给我爸翻身了，才折腾一下午，腰就疼得不行。我以前总见你往身上贴膏药，到现在才知道那滋味有多难受。以后贴的时候注意点，别贴太久，你皮肤容易过敏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爸一直闹个想你。周末。可是他今晚情绪就很不好。令仪，让梁师傅去处理，你在旁边陪着，别每次他一闹你就急着把我叫回去。你们父女得重新建立关系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靠我回家哄你爸能解决的。胃不好还空腹喝茶，你大学时落下的老毛病一点没改。苏总记性这么好，容易让合作伙伴有压力。放心，我只记有用的，比如你当年一共欠我2顿饭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不是怀疑你，我只是突然发现。我先进去了。你以前有很多机会知道。听南，快坐。老苏这预算扣的可真够细的，正等你回来定夺呢。秦总，我是按例分配，水还热吗？热，这屋里比外头舒坦多了。那当然，跟客户谈的是生意，跟老同学吃的是情分。来，咱们接着说刚才那个方案。好。哟，听南来了，正好，亲戚长辈都在，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明白，把事儿说开。听南啊，听说你跟令仪要离婚，作为长辈，我们都挺惋惜。但既然走到了这一步，咱们做人得厚道，你说是吧？我这还没开口呢，您这不厚道的帽子就先给我扣上了。你别在那阴阳怪气的。舅舅，我说过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不用你们管。我们不管谁管。你爸瘫在床上，你一个女人怎么撑？听南这2年照顾你爸是辛苦，我们承认。可既然要离了，他总不能还赖在陶家的地儿，占着这边的便宜吧？你今天叫我回来，就是为了让他们跟我谈这个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他们会过来。是我叫的。令仪心软，有些话她不好意思张口，我这个当姨妈的得替她说。行，那您说吧。那我就直说了。第一，这房子是陶家的，离婚后你得尽快搬出去，这没问题吧？我已经搬了。第二，明渠这边以后不用你管了，陶家会安排人手，你可不能拿照顾过老人当借口，继续跟令仪要条件。可以。第三，关于那20万补偿款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已经不少了。毕竟这2年你一直住在这儿，吃住都没花过钱。舅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以前以为人只有穷疯了才会去算计那几碗饭钱，没想到有些人体面了一辈子，也能把女婿吃了几口米算进离婚成本里。贺听南，你这话太难听了。您刚才那话好听吗？听南，你别激动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这账总得算清楚。行啊，要算账是吧？那就一笔一笔的算。这2年家里的每一笔支出都在这儿，护理器材、自费药、营养品，甚至连每一度的电费、水费都是我垫付的。这些单子谁都能弄到，也不能证明钱都是你出的吧？后面附着我个人的银行转账记录，每一笔都有日期。段姨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找律师一笔笔去查。听南，
别算了，别再算了。不是我的长辈说我在这儿白吃白喝了2年。陶令仪，你知道真相不够，得让他们也知道。我们也不是那个意思。段姨、舅舅，你们听清楚，房子我不会要，车我也留给令熙，存款各拿各的，那20万补偿款我1分也不碰。哎呀，听南，你要是早这么说，咱们不就没这么多误会了吗？陶叔这2年的护理病历、复健计划，我已经全部整理好了。梁师傅这1个月的试用费我也付清了。从这刻起，陶叔是你们陶家自己的事儿了。叔，我不是不管你，我是不能再替这一屋子的人管你了。令仪，他是你爸，不是你的筹码，更不是你用来逃避的借口。饭我就不吃了。听南，你别就这样走。那我该怎么走？敲锣打鼓的走，还是给在座的各位发个满意度调查表？令仪，我不是冲你撒气，只是今天这局，我确实做不下去。难。叔，复健有效果啊，下回争取喊全名，不然我总觉得你在背地里背着我叫外卖。老板娘，馄饨多加点醋，不要辣。好嘞，鲜肉馄饨1碗，加醋不加辣。哟，姑娘吃点啥？一样。好，这就来。你以前不是最爱吃辣吗？胃不行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概是从2年前学会半夜空腹喝冷咖啡提神的时候开始的。烫啊，慢点吃。我今天没想到亲戚们会那么说你。但我当时没有拦住他们。我以前总觉得亲戚说话难听，作为晚辈忍一忍就过去了。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这2年我每次忍的都不是我自己那份，而是你那份。刚才他们说你吃住没花钱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怕场面闹得太难堪，而不是先替你说话。贺听南，我真的挺混蛋的。你不算混蛋。什么？混蛋通常过得很快乐，而你这2年也没见多快乐。那你为什么连那20万补偿款都不要？那本就是你应得的。我要了。段姨那种人就会觉得陶家把我这2年买断了，以后只要提起这事儿，他都会说你贺听南是拿了钱才肯走人的。可你确实付出了那么多。我知道，我不拿钱不是因为我高尚，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给我的辛苦定个价。有些钱拿了轻松，有些钱拿了恶心，我想走得清爽点。我爸今天喊你的名字喊得很清楚，他以前背着我练了很久吗？练过。是你陪他练的？以前那些下午，阳光就这么落在叔的床边，我拿着写了字的卡片让他练发音，他那时候脾气急，发不出来就抓起卡片往我脸上砸。我当时捡起卡片还跟他说：“叔别砸了，我写字虽然丑，但罪不至死。”后来他终于能发出一个难字了，得意的像拿了奥运冠军。我兴冲冲给你发视频，你那天怎么回的？我回了，太好了，还发了个鼓掌的表情。对，我盯着那个鼓掌的表情看了很久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不像是你丈夫，倒像是你手下一个正跟你汇报项目进度的员工。听南，我那时候真的在开会，我走不开，我不是不在乎。我知道，你不用每一次都跟我解释，单独看，每一次你都有正当理由。可日子不是法庭，摊配罪该按场次审理。老板娘，结账。我来付。回去吧，叔一会儿该吃睡前药了。你不回去再看看他吗？哪怕就一眼。不看了。他今天真的很想你，他一直在找你。我知道，但我得让他习惯，我不是每天都在。令仪，我不可能一边选择离开，一边还继续扮演你们家那个最可靠的人，那样对谁都没好处。贺听南，我还能再做点什么？你告诉我还能做什么？先别问我，回去问问你爸。我爸刚才一定要让我打开这个箱子，他说里面有留给你的东西，你要不要过来拿？明天。手怎么了？刚才给我爸翻身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的。涂药了吗？涂了。叔，我听令玲说你藏私房钱了。听南，辛苦了。我知道令仪做的不好，这2年难为你了。木箱里的老工具，你要是不嫌弃就拿走。你手巧，别总被这些家事给绑住了。人不能只给别人修屋子，也要给自己留一扇窗。叔，你这字进步挺大啊，就是这几个字写的跟螃蟹逃跑似的，我刚才差点以为是谁报的警。
为了写这几行字，我爸练了整整1星期。我想帮他写，他死活不肯，非要自己来。行，陶师傅亲笔信，我一定好好收着。那是我小时候唯一的玩具。我爸说，这只马送给你。你这手艺，木头看了都想连夜搬家。叔，能用就行呗，要求那么高干嘛？哼，做人不能只求能用，东西得有魂儿。叔，工具我拿走，这小马您还是自己留着吧，您孙辈以后还得玩呢。听南，以后我想要个女儿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陶安宇，安稳的安，给予的予。那我呢？我姓贺，孩子跟谁姓？小名跟你姓，叫荷包蛋。听南，抱歉，顺嘴了。不是。谢。叔，别这么正式，我不习惯，容易飘。笨。叔，您这评价可真是亲爹。教，我能教的、该教的，全都写在那本记录簿上了，剩下的路他得自己学着走。你也得给他个机会，他笨归笨，好歹是亲生的，退货程序太麻烦，您就凑合用吧。说谁笨呢？你爸。听南，我爸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我也是。我知道这话现在说不合适。听南，那封信其实也像是写给我的。我明白了，我不能总让别人替我修屋子。老板，有推荐的菜吗？这不认识，自己看。这服务态度，我觉得这家店挺像你。哪里像？都不太礼貌。都靠本事活着。听秦树人说，外地项目的初审过了，方案被客户夸得不行。看你现在比大学那会儿沉了不少。沉了，那是胖了吧？少贫。沉是因为被生活背刺多了，背过生活的人都知道，快递超重还得加钱呢，何况是命。所以更要学会少背一点。谢谢。这阵子忙是忙，累也是真累，但心里踏实。以前照顾我岳父也踏实，但那是把人从坑里往上拖，总怕一松手对方就掉下去。现在这踏实是脚下终于有路了。你别把我当救生心，我对你有好感，这不丢人，你也没必要装不知道。但我看你现在这状态不适合开始什么，我也不想趁人乱的时候钻空子。苏总，你现在说话都这么直接了？成年人时间贵，绕来绕去容易错过末班车。等你哪天真的把自己捡好了，再请我第2顿。那今天这顿算什么？欠喘确认。苏总，你这账期比银行还严。贺听南，你以前喜欢逞强，现在老毛病还是没改。男人的逞强有时候就像老小区的电梯，大家都知道它该修，但只要还能动，就没人肯掏钱。那你现在打算修吗？当然，先睡够觉，按时吃饭，把这破腰治了。等把项目彻底做好，我打算去外地待一阵子。挺好。令一，爸，我在。听南，外地项目正式定了，半个月后出发，周期最少1年，你这边没问题吧？秦总，我没问题，随时可以走。我煮了汤，给我。山药排骨汤，我放盐前尝了3次，应该没翻车。陶总进步很大，都会做产品测试了。你这里挺好的，优点是便宜，缺点是优点不多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问了小何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打听你隐私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住的安不安全。怎么样？能喝。别觉得这是敷衍，这是我对汤的最高评价。当年你爸也是这么夸我。我今天来不是求你别走的，我只是想亲自给你煮一碗汤。以前你给我爸做了那么多次，我连一次像样的谢谢都没给过你。贺听南，谢谢你。汤不错，谢谢我也收到了。汤喝完了，回吧。爸今天发火，把杯子摔了，我没叫你，然后问他是不是嫌我动作笨，他哭了。你处理得很好。听南，项目进关键期了，这强度还能扛吗？能扛，秦总放心，我现在腰是腰，命是命，项目是项目，三者各司其职，绝不换用。听见没？这就叫离婚让人成熟。你成熟？你成熟到现在连报销单都还能填错？你不懂，艺术家向来不拘小节。
这个点该翻身了。习惯了围着那个家转，才发现不围着转的夜晚原来这么长，长的让人不适应。陶叔，今天这组动作练得真不错，有进步。哟，叔，别太骄傲啊，梁师傅的工资可比我专业多了，你多少得给人家点面子。叔，你那箱宝贝工具我全擦了一遍，袍子还能用，就是刃淡了点，等我改天有空再来给你磨磨。我爸这2天念叨那箱工具好几回了，估计是真怕你把它糟蹋了。会用，听见没？这可是陶师傅官方认证。叔，以后我出去订个板凳什么的，是不是能收双倍工费了？走。半个月后出发，项目周期1年，也可能更久。叔，我会经常回来看您，平时咱们多打视频，您得好好练。等我下次回来，咱俩比比谁走得更稳。您别不信，我现在腰恢复得不错，以后那步伐绝对是六亲不认。我爸以前最爱修剪这盆。我看出来了。我以前总觉得他闲得慌，整天弄这些没用的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别人认真对待的东西，我们总觉得不重要，直到没人再替他认真了，才发现他的好。听南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，如果那天我没有提离婚，咱们会不会就这样继续过下去？会，继续过，继续耗，谁心里都不肯先放手。但所以你提了，其实是做了一件对的事儿。你这评价听起来可不像是在夸我。本来就不是。令仪，咱们不是因为离婚才失败的，而是咱们之间早就失败了。离婚只是终于承认了这个事实。我知道。拿，走。我先替您保管，等您复健达标了，再亲自来拿回去，好不好？可以抱一下吗？就当告别，只是告别，不纠缠。谢谢。回去吧。挺好，疼才说明还在。你来了。吃早饭了吗？吃了。胃还疼吗？不疼了。请040号到1号窗口。我爸早上问你什么时候回去，我晚上过去看他。今天领完证还去？答应过他，得算数。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出门前他跟我说让我别哭。陶叔现在确实比以前懂事多了。他还说让我以后别欺负你。请042号到3号窗口。双方自愿离婚吗？财产分割有没有异议？自愿，无异议。自愿。领完的赶紧往外走，别堵着通道，后面还有人。我得打车回公司了。能再陪我走一段吗？走吧。听南，我以前总觉得只要我没出轨，没做过什么原则性的错事，咱们这日子就能一直过下去，不该走到这一步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在婚姻里选择不看见你，其实也是一种伤害。我不是求你回头，我只是想把这句话亲口告诉你。我听见了。你现在真冷静，冷静的让我觉得可怕。装的。不装的冷静点，我怕我会说出更难听的话。你走之前，我想请你吃顿饭，带上我爸一起。可以，令仪，以后一个人带着书，你会做得比以前好。你会看着我变好吗？你变好，不是为了让我看见，是因为你自己本来就该学会这些。走了。南哥，今天的咖啡不冰。成熟了啊，小何。你也是，南哥。甲方可不会管你是不是刚领了离婚证，图纸还是得改，挺公平。不缺糖。苏总，你们甲方现在还负责员工的人道主义援助？想多了，算项目关怀。谢谢。今天办完了，晚上早点吃饭。好。叔，证领了，但您还是我叔。您要是愿意，我以后还来看您；您要是不愿意，我也来。反正您现在坐轮椅，跑不过我。来，行，听您的。
汤不错，盐刚好。爸，你站住了！叔厉害啊，3秒真男人，纪录片都没您这么敢拍的。滚！也许大家换个位置站，反而能活得更像样。这鬼天气，存心跟咱们出差的过不去是吧？少废话，赶紧跟上。爸，看这儿，听南要上车了。叔，在家好好练啊，等我回来检查。复健要是偷懒，罚你听我唱歌，听一宿。听见没？他刚还在念叨想你，现在又开始嫌弃你了。理解，豪叔爱我，但很有原则，不盲目。平安。哎，你也平安。到了发个消息。好。给吃点，看你那伤感样，补点盐分。老苗，你这安慰人的方式挺有年代感啊，管用就行。到了那边好好干，你这人就是不能闲，一空下来就爱往自己身上揽那些本不该你扛的责任。你怎么突然变人生导师了？离了婚的人多少都有点售后经验。你烦。叔，您这语言康复成果真是突飞猛进啊！骂得好，下次注意语气，再温柔点。爸今天练了一下午，就为了等你接视频时骂你这一句。听南，有个事儿，我今天拒掉了一个需要长期出差的项目。那是你一直想要的那个大单子吧？别误会，不是为了你，我只是突然发现，我爸现在比那个项目更需要我。以前我觉得选择事业才叫清醒，现在才知道，真正的清醒不是只盯着远处发亮的目标，也得看见身边那些疼的地方。挺好。听南，项目上线效果这么好，我是真为你高兴。关键是你终于回来了。秦总，我这1个月不是一直都在吗？不一样，以前你人在公司，魂儿像被家里那根隐形的绳子死死穿着，现在你的魂儿总算回自己身上了。老板，既然南哥的魂儿都回来了，这话听着是不是得安排个加薪，把落下的那节给补上？去，你闭嘴！好事全让你搅和了。这一次他足足站了10秒，他说等你回来要让你亲眼看他走2步。告诉叔，让他别偷懒，我也在往前走。人有时候就是靠这一点点亮光，才能撑过那些漫长的夜。丑，叔，您这语言康复的实在是太精准了，我建议以后还是适当保守点。我爸让我告诉你，那根横板根本没朝平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哟，陶师傅这是开启远程监工模式了，收费吗？收什么？饭。啊，行，这单我接了，等我回去就请。我爸今天问我们是不是还能做家人，可以做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家人。他说成交。看来我这第2顿饭终于到账了，利息另算啊，苏总下手别太狠。那得看你今天拿出来的诚意够不够。看好了没有？想好了赶紧叫，别拿菜单当小说看。这家店的风格还真是稳定，稳定也是优点，起码不装。其实我当年去南方是因为我妈病了，我回去照顾了她1年，后来她身体好了，我就顺便留在那里创业了。你以前从没说过。你以前也没问过。也是，大学那会儿我光顾着穷讲究和装酷了，信息接收能力基本为零。照顾病人这事儿最能磨出人的毛边，有的人磨完变软了，有的人磨完反而更硬。那你呢？你是哪种？我应该是外硬里也硬。听起来像个没蒸熟的红薯。贺廷南，半年了，你现在把自己找回来了吗？捡的差不多了，虽然有些零件还是找不到，但起码能正常使用了。那你今天请我这顿饭，是为了还以前那2顿债，还是为了点别的？都有。我不想把你当成什么溺水时的救生针，也不想靠开始一段新关系来证明自己已经痊愈了。我只是觉得，现在和你坐在一起吃饭，我不用假装自己没事，也不用把以前那些烂事全倒出来求你安慰。所以呢？我想慢慢试试，如果你还愿意的话。贺廷南，你表白的时候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挺没用的。苏总，给点面子，我这种离婚男人重新就业，业务生疏点也正常。行了，那先从第3顿饭开始吧。这是答应了？这是试用。试用期多久？看你表现。明白了，甲方验收。别带职业病。贺廷南，
我不需要你为了我立刻变成一个完美的恋爱对象。那太好了，这种产品我目前库存严重不足。但我需要你对我诚实，累了就说累，介意就说介意，想要什么就大方说想要，别再像以前那样总想着靠能扛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我尽量，我会。我爸今天走了6步，很慢，但他走了。爸，慢点，你自己来。给听南看，桃叔厉害，你也厉害。谢谢你，还愿意夸我。该夸就夸，我们都在学。听南，叔，厉害啊！这一声喊的普通话标准的都快赶上我了。为了今天能喊得这么响，他在家背着我们偷偷练了快1个月。辛苦了。应该的。贺先生，桃叔今天早上5点就醒了，非闹着要头一个来接你。叔，您这接机规格也太隆重了，我这人不适合大场面。回家吃饭。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愿意。哟，好久没见你来啦！老板娘，生意兴隆啊。他之前还特意跟我打听过你，说那个爱讲冷笑话的男人怎么消失了。那你怎么回的人家？我说你去外地拯救甲方了。夸张了，我顶多是去外地拯救甲方的钱包。饭做好了，去吃饭吧。陶总，现在这条线手艺能独立结项了？请叫我陶师傅。爸，你早上偷吃侍卫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给面子。尝尝，看味道怎么样？很好。真的？真的。至于陶叔刚才说淡，那是因为他现在语言恢复了，正忙着追求一种毒舌人设，你别理他。哼。走，走。收饭。哎呦，叔，您还记着那顿饭债呢？行，陶师傅，这债我认了。以后我每次回来，保准都请您吃顿好的。嘿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无证驾驶啊，太危险了。你们先坐，我去买几瓶水。给，常温的，记得你胃不好，没买冰的。谢谢。好。叔，您这境界是越来越高了，再练练都能当咱们小区的情感调导了。南哥，我至今还是想不通，领证那天，你哪怕是掉2颗眼泪，或者当众求他一回，没准这婚就真离不成了。你最近是不是言情剧看多了？人生嘛，总得需要点抓马情节才叫活过。老苗，抓马这东西不能当饭吃，顶多当个下饭菜，吃多了容易血压高，对身体不好。你就嘴硬吧。其实没那么潇洒。那天协议摆在饭桌上，汤还没喝完我就看出来，他不是冲动，而是他终于把憋了很久的话给说了出来。如果我挽留，只会把他拖回愧疚里，把自己拖回消耗里。那时候我要是不放手，3个人就得一起烂在泥里，谁也不敢动，都怕对方摔了。那不是爱，那是自虐。也是，你这叫及时止损。我说南哥，你这效率在公司那是杠杠的，怎么追起苏总来跟拉破车似的？这都多久了？你管我呢？皇上不急太监急。这人，我这不是关心你下半生的幸福吗？我现在的幸福就是能安稳睡觉，准时吃饭。贺廷南，跟谁说话呢？一个想吃霸王餐的，不用理他。放下。没事儿，就这几步路到工位，我这腰没那么娇贵。我让你放下，贺廷南，非得把自己用废了，才觉得是对得起这份工资。苏总，我这叫……别跟我开玩笑。我习惯了，那就改掉这个习惯。行，苏总发话了，我肯定改，但改也需要时间啊。可以，但别拿习惯当你的免死金牌。你笑什么？笑我现在找对象眼光真好，找个能治病的。苏大医生，以后我就赖上你了。拿着，不许拒绝。好，听你的。哟，叔，这一步走得够远啊！我都听见您这拐杖跟地板较劲的声音了。
听南，你来了，快坐。叔，这是我这周的作业，您给尝尝眼。丑，但能用。我爸这是嘴硬，上次你送他的木盒，他嘴上嫌丑，背地里天天拿布擦，宝贝着呢。叔，你这审美终究还是被我给带偏了啊！不久后，我和苏燕青订婚了，没有大排场，只请了2桌至亲好友。南哥，看陶师傅这劲头，这是特意来给你这个大徒弟撑腰、镇场子来了。叔，您慢点。给。谢谢陶叔，我很喜欢。别惯他。叔，您这反水也太快了吧！咱俩才是一条战线的，您到底哪头的？放心吧，陶叔，我不惯着他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订婚宴。今天这顿饭是我这2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。听南，祝你幸福。你也是。我会的。以前我总觉得理所当然的被人照顾才叫被爱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能有能力去照顾那个自己该照顾的人，才有资格被爱。这话听着挺有水平，陶师傅背地里给你审过稿吧？他现在骂人的水平都比我有深度，审评是肯定的。听南，你会不会觉得以前那2年全都白白浪费了？不会，那2年确实很苦，也很伤，但我学会了怎么照顾一个失去体面的人，也学会了绝不能为了保全别人的体面而丢掉我自己。走吧，回家。